大家好，我是怡媛，今天我们来聊一下1365跟1846的 KVK。终于期待已久的大先锋战争来了。其实在匹配结果出炉之前呢，我一直很担心他们到底会不会在同一个地图。不过也还好，莉莉丝终于做个人了。当匹配结果出炉的时候，大多数的玩家都在猜测到底他们会怎样去匹配。当然我也是有去问过我的观众，这个王国的战力讨论区有人做了这个列表出来。那么我看到大多数的玩家都觉得365应该要1打3才对。当然我自己本身也是想要看365 1打3，但是严格来讲，这里的数据呢，不管是战力还是击杀，365没有办法做到1打3。再加上他们上一场 KVK 其实就是跟1093打，其实那一场 KVK 也是消耗了蛮多。就算这个地图是英雄战歌，战斗的时间可能没有这么多，但是上一场不管怎样讲都是打了一个大先锋，还是需要休息的。而且这几个王国是真的不太好打的，虽然2489他们连输了很多场 KVK， 但是2489还是很强的，只是有一些战略啊、策划还有配合度不够高而已。1846也是重组之后变成很强的王国，我甚至觉得1846跟365单挑的话可以打很久，可以说这双方实力是差不多的。最后水阵营，你们不要看小水阵营，哇，这里3个 A 王国组在一起能打出什么成绩？1079算是在 A 组王国里面的精英，所以这个王国也是不好对付的。至于1175，为什么1175会变成这个样子？因为之前1175跟1534他们合并了，但是现在的情况来看，他们合并之后感觉更糟糕了。因为之前846跟1175打过，846依然还是在先锋，但是1175它就变成要跟另外2个 A 王国在同一个阵营里面。当时候他们打兵无常势都是一人拿一个阵营，现在变成这样，我真的不懂1175那边怎样了，感觉他们这里战力变得好少。至于1188就是上一场 KVK 打败2489的王国，关于他们上一场 KVK 的解说，我之前有做过影片，有兴趣的观众可以去看。至于188他们的实力到底是怎样呢？讲真的，可能没有办法打得过对方，但是他们的毅力非常强。简单的来说，上一场 KVK 2489是已经霸占了整个皇庭，照理来说1188应该算是输掉了才对，但是他们坚持打到最后一刻，把2489给赶出去皇庭了，最后他们才获得了胜利。总而言之，这张地图里面每一个王国都是很强的。那如果谈到合作的话，其实365跟846之前有合作过，就是打1254那一场 KVK。但是如果找2489跟1175合作也不太合理，有很大可能会输了 KVK。在皇庭的时候，有很大可能365跟846两边会夹攻，专门针对1175就很大可能会输了。所以最好的做法就是跟旁边的王国合作，上下左右。不过老实说，如果是不担心会被锁厕所的情况下，讲真的1175跟2489合作，这个数据出来是最公平的，双方的战力跟击杀是差不多公平的，但是这样子分配就是风险太大，没有办法合作。2489或者是1175一定会有其中一方会被锁。我个人觉得比较合理的分配方式应该是846跟2489合作，然后365跟1175合作。因为以王国的实力来做计算的话，这样子分配会比较好一点，但是如果是根据数据，这样子就有偏差了。那你们可以看到，如果365跟1175合作的话，不管是战力还是击杀都是高于对方的，尤其是战力高出很多，所以我觉得这样子分配是不合理的，所以才会变成我们今天看到的结果，365跟2489合作，1175跟1846合作。那制作图片的玩家也是很贴心，在上面已经写出了他们的总计战力跟击杀，也确实这样子分配才是比较合理的。不过也因为这个地图是英雄战歌的关系啊，所以不用去分析这个地图到底谁会拿下哪一个区域，没有影响的，只有在皇庭打的时候才有影响。不过我先推测一下关卡是365跟1175打的话，365会胜利，然后2489跟846打846会胜利。不过这里影响并不大啦，因为就算是左右边的关卡是丢失了，中间还有关卡是可以使用。那这一场 KVK 也比较特别，就是大多数的王国都是韩国人，像365跟1175原本就是韩国王国来的，2489跟1846这2个王国是后来招募了大量的韩国玩家进来，可以说是其他的韩国王国跟他们合并在一起，所以基本上这里的时差应该不会相差太多才对。就连1188也是有不少的韩国玩家，所以这个地图真的是韩国人打韩国人。虽然看韩国人跟韩国人互相残杀、互相对打是很刺激啦，不过比较起这个东西呢，我更加好奇到底是365还是1846的机器人更加厉害。因为之前我有问过一些302的玩家，365还是846的机器人更加厉害，302的玩家说846的机器人比365的更加厉害。
所以我是真的很期待打黄庭的时候，这两个王国的野战部队打起来，到底哪一方更强？我个人觉得应该会兑换位置，就比方说846是在右手边，他可能会调去左手边打365，因为要用这3个王国抵抗365，我觉得合理性比较低，他们也很难抵挡到365。当然这个也是我推测而已啦。还有更重要的就是这个地图刚好2489有88，1486有巴黎队长，这两个玩家到底谁才是最强的玩家呢？可以说这两个玩家都是战士，像88他的击杀战力都是过于常人的存在，虽然巴黎队长的战力跟击杀没有办法比较起88，但是巴黎队长最厉害的地方就是阵亡，还有无限的宝石，无限的钱。在之前302打846那一场 KVK， 巴黎队长就一个人掉了差不多7亿战力。7亿战力什么概念？各位，88从来没有在 KVK 里面掉过7亿战力的，所以这一场 KVK 另外一个关注点就是这两位玩家到底谁可以表现得更好，第一名到底是巴黎队长还是88？至于365为什么会选择2489，我这里有收到一张 DC 图片，可以看到这个聊天室的主题就是365的通知公告之类的，最上面那一句是说他们没有获得确认，因为846那边还没有给回复。这里所说的应该是外交的提议之类的，因为我没有上面的对话，所以这个跳过，我们看下面。有提到以下就是为什么他们要选择这样子的决定。他们会这样子分配，主要是因为想要拿到更多的关卡市区域，也就是第5区。有说到进入黄庭之前，他们需要一段时间去休息，让一些 F2P 的玩家可以发育。假设他们不跟2489那边合作，就变成他们在关卡市需要跟2489打。那2489的强度，我觉得365跟他们打也是会损失不少。下面有说1175的阵营，也就是水阵营，他们的亚洲时间比较活跃，所以必须要跟2489合作。2489的时区刚好就是亚洲时区来面对1175。最后他们认为1846的实力仅次于水阵营而已。简单的来说，就是水阵营是第2强的，第3强是1846，最后才是2489。所以365的决定是第1名跟第4名合作，第2跟第3名合作。最后还有补充到，这里的王国几乎他们都已经是有合作过了，就唯独2489是没有合作过的，所以他们想要一个新的尝试，新的体验。当然这个也只是他的个人见解。这个信息是每一个阵营都可以看到的，不过它下面的句子有砍掉一半，我个人猜测最下面一个句子所写应该是说这个方法是最好的方法。以上就是为什么他们会合作的原因。不过看到讨论区有人放了这个图片，为什么365要跟2489合作？没有人要他们，因为他们蠢，他们需要一个阻碍。最后一个选择才是最搞笑的，就是他们输的话就可以去骂2489。那也因为2489他们输太多次 KVK 了，然后这个玩家就说到，如果2489再输多一次 KVK， 他们将会成为永远的小丑王国。会这样子讲，主要是因为这一次他们的分配方式跟365合作呢，其实胜算是蛮大的。如果真的再输下去，我也没有话讲了。可能88的诅咒是真的没有办法解开。以上就是这一次韩国人对上韩国人，科技对上科技的报道。你们对于这个地图有什么看法，或者是你们觉得哪一方的胜算比较大，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知道。我们下个影片再见。